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今天讲一个比较 controversial 的问题。那我相信很多人想知道，就是平常骑车或是开车，如果你超速，那录下来之后 po 上网，会不会被警察抓？这件事情其实，因为很多人看到国外的影片，尤其美国的影片，然后发现国外有些可能是 YouTuber 啊，那或是很多只是骑车的人，那他们很夸张，超速违规，结果 po 上网好像都没什么事，那也没有被检举，好像也没有被抓，是不是？其实根本就没有差。那谈这件事情，我先跟大家讲说，在美国呢，因为交通法规其实是每个州制定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，每个州其实法规都也不太一样。但当然，对于超速这个问题呢，是大同小异啦。以加州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超速，如果是超速1迈到15迈的话，那是第一个级距嘛。那个级距呢，其实罚款当然是最低，就是35块钱美金。但实际上呢，你收到罚单的费用，第一级距可能会将近到180多块美金。那会这样是因为35块钱是基本费，你还要加很多其他费用，那个很多是真的很多。可能说有手续费啊，那可能还有像是急救费用啊，或是警察出勤费用，就是种种那个细项非常多，所以一加上去之后，大概是基本费用6倍之多。所以其实国外罚款是非常高的啦。那如果你到第二级距，比如说你是超过了15迈，也就是16迈过后，那到25，那接下来当然是25再过后嘛，第三级距，那个罚款就一直在2倍跳往上升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以100迈来讲，超过100迈的话，哇，那个基本罚则是500块。我刚刚讲了，基本罚则有时候大概可以算到6倍多嘛，所以500块，如果你乘以6的话，这数字是惊人。好，那个部分呢，只是超速而已，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罚则，叫做 reckless driving。reckless driving 就是危险驾驶，危险驾驶这个是可以坐牢的。那我记得是可以被判5天到30天不等。当然，不管你是低级距或是你是危险驾驶，你驾照都有被吊销的可能。那以加州来讲，高速路通常速限是在65迈，所以你看有前面的车其实比我快，他们达到将近快70迈。因为实际在加州的高速路上面，车流速度大约都是在75上下啦。那如果是畅通的情况下，当然车多的时候会比较慢一点，甚至有时候到80都有可能。但限速呢是在65迈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车流都在超速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严格来说，没有错，警察可以给全部的高速路上的车流开罚单，但当然不会这样做。当然，因为车流的范围内，大家速度都平均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安全的行驶范围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今天是在市区的情况下的话，或是尤其是学校那种地方，可能学校要25迈嘛，那一般市区可能35迈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如果你是多了10迈的话，或是多了15迈，那个很明显，你就是比其他车友快很多。在那种情况下呢，当然你就会容易被警察盯上。哦，那应该是 CBR。好，那回到正题，如果你拍了超速影片或违规影片，会不会被警察抓？答案是会的。之前其实有蛮多例子，在美国，他就是可能有些人比较猖狂，他拍了自己可能所谓骑车追求极速啊，或者是破纪录。比如有人在纽约，他环绕那个高速公路，然后就是比自己单圈去拼速度 po 上网。那他们只要能将你的影片呢，确定说是你本人驾驶的话呢，他们当然都可以寄出罚单。那比较夸张的话呢，当然有可能是属于危险驾驶，那就会逮捕。好，那你现在可能会反问我，可是有很多比较有名的 YouTuber， 尤其是在国外，他们常常喜欢拼极速。那可能在高速路上面，他们拼极速，然后甚至他们会开玩笑说，他们不在美国，在墨西哥啊，就是在公路上面呢测试车子的极限，然后很明显超速跟违规。那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被抓？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警察其实也没那么多美国时间，花那么多人力，然后去搜寻、去对证，那去找方法去确定说你这是驾驶，那最后还有可能会被你就是请律师，然后驳回反对说那个可能不是你本人驾驶啊，可能是别人骑你的车啊，或者种种理由，也就是不会让这个罚单成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虽然可以花大批的人力，那就是为了给你罚单，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
超速啊、违规啊的驾驶啊，就是他们 PO 的影片，却好像也没什么事。当然，除非说你的影片里面有涉及到车祸，那甚至有撞伤人或是撞死人，那当然另当别论，因为那个是属于 manslaughter， 因为他们美国有一个叫做 vehicular manslaughter， 我记得就是可能是用汽机车交通工具的方式，那因为置人于死地，那就属于谋杀的嘛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像大家拍影片，然后却也没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通常会收到罚单，都是因为可能警察刚好在现场，或者可能有直升机有拍到你。那他在他有你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呢，他就可以直接给你开单。那说到底，我觉得关于超速这件事情啊，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啦。你平常在市区，或是你在高速路上面，你超速，你比车友快一点点，那坦白说，我相信没有人会跟你说，哦，你这样子很危险或什么的。但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就真的警察要开你单，坦白说，你也没什么好辩解的，因为超速就是超速。但是其他，如果你是在市区或是在其他地方，你知道你是在狂飙，你的基本上速度已经是超速了，至少有2倍多这种的。但骑车嘛，大家都知道。那在那种情况下呢，我只能说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。那其实，在加州很多地方啊，它有牌子会跟你写说，speed enforced by airplane， 也就是说他们会有飞机，然后会去抓你超速。但实际上呢，现在这个用飞机这个的 practice 其实很少了，因为每次飞机其实费用很贵。那抓超速其实坦白说，他们这个钱拿不回来。如果没有抓到很多人的话，所以现在比较少。但是高速路上面直升机来讲，其实还是有的，尤其靠近市区部分，常常直升机会巡逻，尤其 CHP 的直升机，只要有拍到你超速或是有些违规事件的话，基本上直接就是证据。那他们可以抓你，你夸张一点的话，直接到你家堵你，这都有可能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。那我以前有几个车友，有被直升机追过的。这个你可能你在骑车，你太开心了，然后开始超速，然后越骑越夸张，觉得晚上好像一直飙也没人看。哇！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直升机，那刷塞了，那怎么办？直接一群人就是被迫到旁边嘛，因为直升机会通报警车嘛，所以这种事情是有发生过，但是实际上的例子也不是那么多。好了，那讲回来，你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夸张的影片，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喜欢看合集嘛，可能那种违规大合集什么的，所以他们说后续发展你也不知道，这个人有没有被抓，那或是发生什么其他事情，你真的不知道。然后但是我只能跟你说，不要以身试法了。好啦，那我祝大家骑车平安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